這感覺會死，千萬不能跌倒啊！这边这个学长最难的線，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。哇，不行！我們剛剛滑的最陡的這個最大坡度 Victoria 29.6度啊！你要開啟社交模式嗎 ？The right one？ Victoria the right one。哦，下車了。現在終於搞清楚了，我們早上從 Grand Hotel 出發，從這裡，然後搭到這邊，我們去這邊租雪具，然後從那邊開始滑，然後我們剛剛滑完，最後回來的地方是這邊。GS25超商那裡，可以搞清楚。然后我们板就放在這裡，但是我們的鞋子是放在這裡。建議大家可以搭來這邊，這邊一樣有租雪具，然後這邊一樣有租雪具的地方，然後這邊出迪拜比較多。我們要去 Convention Tower 住的。哦，奇美哇，16樓，這按鈕很新耶。對吧？好了，開箱房間嘍！好大啊！不知道是3個人。哦，很大哎，大電視可以躺在床上看電視啊！這台是什麼東西啊？哎，然後這邊，這要工作的話太低了。看一下這是什麼景？這個東西，哇！啊，沒有雪啊，好像有點醜，沒有雪景。它這樣拍，還山林線後面的那個夕陽好漂亮哦。哎，看一下浴室，哇哦，這浴室可以折返跑啊，混蛋！可以折返跑，我跑一次。這麼遠呢，這麼大的鏡子啊，還有浴缸哎，哇，還不能看風景，淋浴的，淋浴開，哇，是免治馬桶，第一次在韓國看到免治馬桶，哦，太少來韓國了。出來吧，冰箱小小的，有3瓶水。茶包、杯子、熱水壺，搞定，可以煮泡麵啦。衣櫃，開箱完畢。我們這間房間是 Superior Triple， 然後是35平方米，大概是11平左右。那多少錢呢？上架前的下面。我們原本是3個人啊，因為有一個朋友突然不能來，所以變成我們2個人。我們現在就休息大概1個小時，就要再搭車去另外一邊了。所以如果大家來的話，建議選 condo， 某一個公寓式酒店就在雪場入口，要不然這樣搭這個 shuttle bus 太累了，大概要花個15分鐘吧。可能這邊比較適合要賭場、要去 casino 玩的人。地毯就不知道髒不髒了啊。有點錄一下，看明天會出事。休息時間。錯過一班 shuttle bus， 現在到這裡已經快8點了，因為10點要還雪具，我們預計花到9點45左右。然後這邊也可以買票啊，在這個 Valley Condo 這邊。來了，我們來到這個宙斯跟 Jupiter 這個，都是 beginner，訂的話好像可以住在這邊，比較適合新手來這邊玩。穿我的幹嘛？一個滑一天，一個黃色，一個紅色，完全不認得。現在溫度-9度，但是好像沒有很冷，還是因為我多加一件衣服。現在沒什麼風，好像最冷的時間已經過了，往山上直接搭。這個第一趟纜車爬上來，我就後悔剛剛說已經不冷了，靠冷死了，又要截肢的那種冷。搭到這邊以後就發現，這邊原本
今天要滑 Victoria 沒有開，所以只能等明天白天再去滑。然後在山頂，冷到爆，冷到爆，超級冷的啊，快受不了了。这就有病，這感覺會刻滑都刻不出來，刻不進去是不是？用你的頭試試看，千萬不能跌倒，我還要錄嗎？一條黑線，好緊張啊！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，好冷啊！出發咯！拿着棒子都不會滑了，完蛋！好了，看9點39，要趕下去，10點才買雪具了。哇，好爽啊！最後一段寿司山。Now it's still available? Yes, now it's still available. Okay. It's available until the 10:30. Okay, thank you. Thank you. 可以搭那個纜車回去另外一邊了。不過現在回去不知道來不來得及換雪具。好了，超過10點，但是這邊都還有人。我們現在大概10點10分，順利的還了雪具，他會跟你要你的電話末4碼。我們現在去看一下 shuttle bus， 然後搭回我們的 main tower。然後我們現在在 Mountain Ski House， 我們要回去 Grand Hotel。最晚這一台1號車到11點50，另外一台到12點。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待到晚上12點再回去都沒問題啊。好，那我們現在去外面拍個照，下一班是15分鐘後的車。啊，來了來了！哦，台灣的招牌，小朋友可以來這邊玩，小小遊樂場。嗯，長得很像皮諾丘的生物。哦，回到飯店了。哦。B1 這邊還有健身房跟 SPA。
這裡就有 casino。但我們應該不會進去玩，看起來很大。然後這邊沒東西吃啊，好像只有客房服務，所以只能在 condo 那邊的超商買好，或是你再来雪場之前先補充好糧食。好，回房間吃我們自己買的小點心。晚安了。来，各位，太冷，然後手套只戴一層，这下场就会变這樣，發紫以後發紅。哇靠！太強了！起床了，今天是第2天。看一下外面，那裡還有結冰的水世界。好像可以去滑冰。着裝中。今天預計再滑3到4個小時，然後我們要搭4點40的車回首爾。那今天下午的話只有2班車，一班是1點10分，另一班就是4點40。啊，為了要滑久一點，所以我們就搭4點40的那一班。這是廁所。好了，要去趕 shuttle bus 了。說要滑雪的人千萬不要住在這個 casino 這個 Grand Hotel 這邊，要不然就要花很多時間通勤。再度來住雪具跟缆車票，因為每一天都要 reset， 重新買一次票在那裡住一次雪具。我們就不確定今天要滑多久，所以就先住1天而已。今天到了，看時間，大概剩3個多小時可以滑，所以應該買3個小時的票。那這邊是包含頭盔都可以租，但是護具那些就不能租的樣子，可能要到山下的那個外面的雪具店租賃。那我查價格是雪場大概6折到7折左右。但是因為要搭那個 shuttle bus 到山下那個Gohan站，所以就覺得有點麻煩。雖然可能便宜一點啦，只是我們這樣交通時間很浪費，畢竟我們都已經住那麼遠了，過來一定要10分鐘。雪卡退還在這裡，還不能退錢呢。達到山頂啦，就是這裡啊，就是旋轉餐廳者。現在時間12點10分，-2度，今天算比較熱了。然後我們先在這條叫什麼赫拉2中高級的雪道熱身一下，然後我們等一下就要去滑地圖最左側 Victoria 2條，然後就開箱完全部的雪道啦。最後再分享一下這一次在海灣滑雪場的心得跟雪道哪一條最刺激，哪一條比較適合新手。我好像沒有滑什麼新手道。現在就是滑這條赫拉2中高級雪道，也是目前我覺得最適合練功的一個雪道。然後那邊就是今天要滑的 Victoria 2 2條。哎，這個東西掉了，靠背。才要開始滑就出事了，這個螺帽這是掉的，天哪，浪費時間啊！我生氣了，給我自己帶鞋子，自己帶白領來。是啊，先這樣滑下去了。要滑到另外一邊的下面雪具店，請他換一下板子，不用回去原本租的那邊換了，還不錯。雖然我也沒有跟他講我是在另外一邊租的。換完了，可以再去滑了。然後今天真的太熱了，已經全身汗了，脫掉一件衣服，耽誤了應該15分鐘吧，再出發。终於出來了，各位，這個 Victoria Expert 這個好像是這個雪場最難的線，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。上面有2條啦，我們就先滑進階的那一條就好。哎呦，2道，這邊初級，我們就不滑了，我們去滑一個 Advance 中級的。怎麼了嗎？現在就滑這個 Victoria 1、2，看怎麼樣呢？哇，好漂亮啊！這裡，先做好心理建設。希望這個家伙不要像上次一樣再用屁股滑下去啊！開始。
啊！滑下來了啊，好好玩啊，好好玩！怎麼樣？我不要跌倒，我在那裡側着滑下去，我還可以打招呼哎。好了，這一趟就是應該是這個雪場最陡的一條了，我就放在頭頂上錄了啊。走吧。好陡，看，太陡了吧！我的天啊！好了，我拍一张相片了。教練要帶我們滑這一條了，他剛剛說了，我們先看一下他怎麼出發的啊。小心翼翼，他非常的小心翼翼。他現在做了第一個換刃，他還活着，快要進入死角了。哇，好猛哦，好猛哦！拖下來了，他最下面很冰啊！他那个粉紅色那個，他幹牆，他幹這樣，咻，然後我說，幹於凱，你怎麼滑這麼好？我一下來，他就在我旁邊這樣，咻，我說我靠，然後到我旁邊我說，幹你這一次滑很好，然後就，我說怎麼會進步這麼多？為什麼手可以這樣去碰地板？你是色弱還是瞎了？征服了，好了。全雪場破關了，接下來我們就再看看要去滑哪裡了。再見。昨天滑最多次的是哪一條？右邊數來那第二條。耶！你要開啟社交模式嗎？我怕語言不通。 그러고 없으면 그러고 나가야 됩니다. The right one? Victoria, the right one. No, Victoria. 아, 여기 빅토리아, 여기 제우스.就是 제우스 비기너. 레프트 빅토리아, 라이트 제우스 비기너. yeah. 好了，就这趟的 Victoria。接下来收起来了，不能拍了。哇，没跌倒都是招啊！终于科出現了，這次好開心。歸還雪具對的鞋子真的千萬不要租啊，混蛋！然後如果不想要租櫃子，可以像一些人這樣放在這邊，但是就有可能被偷走。這也是下面，大家都會放東西在這裡。好了，我們現在上車了，準備要回去優勝了。許覺得這次的這個海灣滑雪場怎麼樣？我現在只滑過韓國3個雪場，2個比較小，然後大概都只有2道藍綠，然後2道紅。一個好處是韓國的雪場人都很少，跟澳洲比起來，跟日本比起來應該也是少一點。雪況就很硬朗了，刻滑我是不太懂，那應該是考驗刻滑的地方，因為沒有粉雪，不會說一直減速。這邊的雪場有什麼缺點？餐廳算少，以這個規模的雪場比之前我去的那個比較小的雪場，反而有像一個整個food court是4-5個店家可以買。你知道去是哪一個？你記得嗎？伊勢利，但它雪道很少，就是1道紅、1道藍、2道綠這樣。那如果那一個雪場跟這個雪場給新手的話，或第一次來韓國體驗滑雪的人，因為這個雪場離首爾很近，大概50分鐘到1個半小時。我覺得新手就去那個雪場算很不錯，綠色雪道節奏足夠練習。這個雪場的優點，
它要把新手區跟那個中高階的區域分開，所以你纜車搭到底滑下來，中間有個中繼站，你可以再從中間的那個纜車再往上搭，就你可以省掉很多排隊的人潮跟重複滑中高階的學道，對，這個很大很有效率的用。整體來說，這個學長應該算很棒，不輸日本學生。沒有，他沒去過日本。哎呀，下次再來韓國找你，再開箱新的學程。我覺得首先是住宿的部分，一定要選擇condo公寓式酒店，就是有 Mountain Ski House 跟另外一個是 Valley Condo 那邊，這兩個地方才是算 ski house，要不然你就要花很多時間，像我们通勤來通勤去。新手的話就可以住靠近 Valley 的那邊一出來就有很多新手道，比較寬廣，然後又蠻長的，坡度蠻剛好，完全新手道會一點點落葉飄都能滑。然後像我們中高階的話，就一直去練紅線，就一直搭同一個纜車上去，然後一直滑紅線下來，就練得也蠻爽的。然後因為這裡的雪質就真的很硬，所以比較想體驗跟日本一樣有那種摔得不會痛的雪，都是很硬的雪。因為硬的雪就比較適合練功，因為你容錯率就比較低，不像日本常常有粉雪的話很軟，在你快要跌倒的時候，你還要多一點時間可以去做反應，然後摔倒也比較不會痛。所以在韓國感覺可以進步比較快。然後這次的行程算是比较行軍式行程，就是我跟他就是運動狂熱者，不可以因為運動然後不吃飯，就看每個人喜歡的東西。如果是想要來看雪的話，這裡也沒有到很漂亮，因為山景也都是樹，沒有什麼雪。說實話，我們也沒吃什麼，所以好像也沒有什麼好可以建議的。那雪具店就剛才也說了，我的第一滑半點就壞掉，不推薦。如果要租的話，就去山下的雪具店租。那這次因為也是來韓國找徐婉，順便開箱另一個韓國雪場，繼上一次的龍町滑雪場。這個除了昨天晚上真的太冷之外，跟雪具太早之外，其他雪道都還蠻完美的。但如果是來體驗一日滑雪的話，好像也沒有那麼值得了，因為雪真的很硬，新手體驗完一直跌倒，摔到很痛，好像也不會覺得滑雪好玩。但這次跟朋友來玩很開心，那就這樣子咯，我們下一個雪場見。發現了一個神秘的小空間。哦，要是有人在這邊泡浴缸，就會被偷看了。這個可以鎖嗎？下面沒有東西耶，北七哦，這沒辦法鎖哎，好興奮啊！